共产党如果拿到台湾的话，我跟各位讲3个字：杀官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这是老手段。拿到政权之后，对全中国都这样做。杀官管最厉害的，我再提醒各位一下，就前国民党党员，一个都没有少。坦白说，没有美国，没有国际支持，我们真的活不到今天。那所以中共为什么要我们去移美？为什么要我们去跟美国切断关系？为什么明明白白讲说，如果美国、日本不介入两岸事务，两岸会好得多？为什么这样讲？那更重要就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官在见完中共高官之后回台湾讲这句话？为什么去鹦鹉学舌跟中共讲话一模一样讲？只要没有美国、日本干涉的话，两岸会更好。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国民党郑丽文女士呢，在今年的4月呢，迎来了这个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历史性会面因为呢，这个会面呢是相当一段时间呢，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呢没有跟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会面了。那这个会面之后呢，当然这个我们听到很多这个看来温和的字眼这个和平制度化啦然后和平红利啦，家人的聚会啦等等。我想这些话呢，看起来好像是北京呢放软的信号，但是呢，从这之后许许多多的事态的发展呢，似乎也不尽然。所以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请国际政治的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民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解析这次的政习会。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次呢，这个郑丽文主席呢到北京去跟这个习近平会面，那当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评论不过我们先从旁边看起就是跟着他去的呢，有好多位这个现在国民党的高层，那么他们呢这个讲的更多的呢是他们的见闻，不只是会议里面的内容。他们说，哎呀，中国了不起这段时间内共产党让几亿人脱贫让这个中国呢进入小康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然后呢，还有一位高层说这个非常肯定中国的科技发展，说这科技不是拿来做武器的。看到这个上海的无人机，说哎呀，无人机是拿来送珍珠奶茶的不是用来送飞弹的。那听起来呢，这个好像是一片祥和。那看老师有什么评论？我只能说匪夷所思。这样说吧，刚才讲的几点呢，其实中共自己都反驳过。对，我们就一部分拿中共的话来说一说了你说脱贫跟小康，当然这个是他们列为习近平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你这个在你指明方向之下呢，我们脱贫了，然后进入小康社会。讲完之后，我记得没有多久吧，李克强嘛，那时候是总理李克强上任的总理，就公开讲过中国有多少亿人，然后收入还在多少钱以下什么等等，一个月在收入到1000块多少钱以下，所以完全没有达到的程度。他讲完之后举世大哗，更哗然就是不到1个月，中共的统计局局长出来讲说还不止于此，那其实是有另外，那他本来就李克强说是6亿，然后那谁说这个更高的是多少亿人，收入不到2000块多少等等，你要算算这个呢，根本就没有脱贫，也完全没有进入小康，所以我们常讲，我们说共产党是宣传比较厉害，你要真的都相信的话，那就完蛋了。而且话说回来，李克强反驳之后，李克强下场怎么样子，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科技领域明显进步，我不是说大陆科技没有进步，当然有进步。不要说别的，前苏联当年有些科技非常进步。第一个人造卫星它发射的，是。然后这个它的原子弹发展也非常快，当然比美国晚，但是它发展非常快。然后太空科技非常进步，最早的什么人造卫星什么都是它发射的。最早的人造的太空站它发射的，所以你说科技不进步吗？进步啊！可是，那这边国民党高层就讲说，中共的科技是拿来造福人类的，不是送飞弹的。
讲这话不是健忘就是无知，是，不是健忘就无知。中共一天到晚在吹嘘我这些年武器发展多么厉害，我的海军造军舰跟下饺子一样，我的这航母现在号称是要造第4艘。请各位想想看，你若保卫国家的话，你用不到航母的。你如果说只是保卫自己领土领海的话，你不用航母，你用到大区已经非常够用了。再加上潜艇跟核潜艇，足足可以保卫你的海疆。你打造航母，打造这么多艘航母，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去打别的国家，你要去争霸，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啊，这个不是造武器的，中共自己都会笑话你，这第一个。第二，空军呢，现在吹的最多是歼30，过去是吹歼20，然后吹什么轰20，再吹这个运20B 等等，打击的直升机啊什么等等，那个不在话下了。所以空军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发展。那不要说现在无人机队。那太空军方面或者火箭军方面呢，更是一天到晚吹嘘的，然后这个3天2头发射一个飞弹的。所以你说中共说他的这个科技进步不是造武器的，这实在是荒唐，中共都会觉得荒唐。那你说他没有打仗？2022年8月份，裴洛西刚刚走，他就在台湾进行全面包围的封锁，来的就刚刚讲这些飞机，就你说他的科技。他用来不是造武器的，是用来造福人类的。他包围台湾是造福人类，是造福台湾同胞，别开玩笑了。那更不要说这几年3天2头吹嘘的战备警巡啦，然后海警骚扰啦，军事演习啦，然后武装恫吓等等。所以我再说一次，讲这些话呢，不是健忘就是无知。我要再更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当你国民党高层讲的话的时候，中共怎么看你国民党？这才是个大问题。我还不要说台湾老百姓怎么看你，中共怎么看你，这个你还真应该好好想想看。是的，我想这个老师刚才给我们解析的非常详尽了，因为共产党呢向来就是枪杆子技术政权的啊，这个对这个武力的重视是每一个共产国家的常态。对啊，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民生呢，跟这个政权的稳定，跟这个武力的强化，我想他们自己也清楚，对外也宣传，这个武力绝对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治的基础。不管是这个他们自己讲应付外敌最重要是镇压内部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中共的武力呢是什么造福人类，我想共产党自己大概都觉得很肉麻，这个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事情让人听了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习近平习总书记是特别重视民族感情的人让大家觉得如沐春风然后他说这个习近平呢非常重视这个两岸之间的感情，说所谓的动武只是针对台独势力不是针对全体台湾人民。这个把这个整个会议呢，这个说的好像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柔软的一个场合。那老师您怎么看？我不晓得国民党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呢，还是他只是回来为了自己宣传用你说重视民族情感，真情流露，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对台湾人真情流露了？你为什么不对维吾尔同胞真情流露？那为什么过去不对西藏同胞这个真情流露？前几年2019到2020年，为什么不对香港同胞真情流露？我再问一下，这么多年来，你有对大陆人民真情流露过吗？如果都没有的话，答案都是有问题的话，你为什么现在突然对台湾人民真情流露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那国民党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呢？你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常讲说听其言也观其行，对不对？这个话传了2000年了。国民党人不会不懂，中共讲了这么多话，骗你骗了100多年，你还相信他真情流露？好，那就算真情流露好了，他明天他就还会继续真情流露吗？后天会继续真情流露吗？他有一天会不会不真情流露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人家讲了2句这个轻松的话，空气突然间缓和起来了，你就觉得很好了，就以为是你的大功一件了。真是这样子吗？你真的这样相信吗？是不是很荒唐？好，说中共，你刚刚不是讲说他讲就所谓对台动武只是针对台独势力，不是针对全体台湾人，这叫天真烂漫、自欺欺人。
你不要忘记前2年我们在讲他这个战狼外交的时候，中国那些战狼讲些什么话，那些外交官讲些什么话，对台湾讲些什么话。我记得最清楚是卢沙野吧，是说将来我们把台湾拿回来之后，看我们怎么对付你们。是，这叫真情流露吗？这才叫做真情流露。是。共产党对，如果拿到台湾的话，我跟各位讲3个字：杀官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这是老手段。他从当年苏区的时候开始就这样做了，从江西苏区开始这样做。后来广州暴动了，南昌暴动什么的，最后呢建立根据地，在所有根据地都这样做。我先杀一批，把你们吓住了，再关一批，再管一批。拿到政权之后，对全中国都这样做。杀官管最厉害的，我再提醒各位一下，就前国民党党员，一个都没有少。他全国这样子这个地毯式的交叉搜索，几乎没有漏网。所以你真的相信？不过话说回来，你说他说对动物只针对台独，我认为是真话。是，我认为是真话，他没有骗人。重点是什么呢？在他眼中谁是台独，这才是问题。各位要了解中共的话语系统。你说我只打台独，你就以为你不是台独啊？不是，在他眼里面你是台独。为什么？除非你今天投降，你才不是台独。凡是有一点点抗拒的都是台独，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是今天的台独还是明天台独而已。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面，在他抹黑文宣宣传里面，绿营的、这极绿的当然是台独，他们是今天台独。但所有其他的，除非你今天投降我中共，否则都是台独。你不是明天就后天台独。所以现在中共做的事情就是，我说打台独，打台独，打台独，我拉明天台独打今天台独，等到今天台独被消灭之后，我拉后天台独来打明天台独，就这样子，这叫切割嘛，叫切割敌人。我们过去讲过很多遍了，所以。如果国民党人还真的这样相信的话，我觉得真的要从头回去读国共关系史，你才晓得共产党怎么说的话，怎么做的事情。是，我想刚才老师提到这个真情流露，当然也有很多的解释了。老师说这个，以前讲个寓言说披着羊皮的狼啊，这个真情流露随时也是可以这个翻脸不认人的。我想这个。世界各国呢，这个以前斯大林跟希特勒也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嘛，也真情流露啊，也真情流露哇！这个时候这个现在解密的文件说，其实那个时候这2个独裁者是真心想跟对方合作的，因为各有各的野心。对，那后来呢，也还是翻脸了，而且爆发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这个可以说最残忍、最杀戮的战场。那现在刚才这个老师就提到说。这个昨天的台独，今天的台独，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剖析了。因为以前共产党在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反右的时候呢，抓出右派分子，那右派分子以外的人呢，也一样有罪名的。有时候扩大打击面，我说我不是右派分子，那你对右派分子呢缄默不言，你也一样是有问题的。你包庇，你至少你对党不老实，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台湾如果说将来这个统一了之后呢，这个中共说有些人是台独，那有些人说我不是台独啊，那你对台独呢缄默不言，当那些人主张台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坚决站起来反台独呢？对，是，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反台独？老实讲，要打击任何人都有理由。随便就找帽子就扣上了，太容易了。是，所以我想这个甚至像这个起义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投降了在内战的时候投降了，说我这是起义那但是呢，在文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说你这个起义呢，有的人说是疯派，是假投降，是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是所谓势穷力促，所以你才投降，你根本不是不是真心投降，不是真心投降，不是真心起义然后被起义的人那些人一样。被打成这个黑五类，然后一样被整死整残的也是多得很，所以这个还是当时已经起义的，不是后来的这个才归顺的。所以我想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历史，而且也没有多久以前文字记录都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民党高层有人说，我们这个台湾社会要有同理心不要无端的羞辱中国，要看到他们傲视全球的发展成就。两岸之间剑拔弩张这个只会让外人有机可乘，制造矛盾所以呢这个2027呢，国民党就要准备总统大选了，这是一个战还是和的选择他们要向全世界证明这个不想打仗这个又要和平稳定的关系
啊，最重要的是不要羞辱中国。我想这一点呢，老师有什么评论？我想这话实在讲的有点过头了哈。台湾很多人呢，不是羞辱中国，是坚决反共，这点要分清楚。很多人反的是共产，不是反中国。我常讲，我说国民党蓝营跟绿营都有点问题。蓝营呢，把中共当中国来爱；绿营有些人呢，把中国当中共来恨。这两者都失之过偏。如果说把中共跟中国分清楚的话，该爱该恨什么，你分清楚的话，那今天事情好办很多。这第一点。第二点，傲视全球的发展成就，你仔细拨进去看看，很多是宣传欺骗跟偷来的，这是标准的共产党的伎俩。不是中共如此，早在苏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当时是米格21还是米格多少？哇，当时吹嘘的多厉害，说多么进步啊什么的，美国也吓到了。后来有一架呢逃到北海道，逃到北海道之后呢，最后被这个日本交给了美国。拆解一看呢，发现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个别地方很进步，但很多地方呢，焊接、铆钉什么全部不行。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有他成就的地方，但是绝对不是说傲视全球发展成就。这话绝对，就像你刚刚说的，中共自己听了可能都听不下去。这第二点，第三点，两岸之间剑拔弩张是剑拔弩张。好，那问题是剑拔弩张原因是什么？真是我们搞台独，他搞得剑拔弩张呢，还是中共想并吞我们搞得剑拔弩张？这点大家得想清楚。是因为我们搞台独了是剑拔弩张，还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华民国，我们坚持反共，然后中共想并吞我们，他想要消灭中华民国，这样子才是剑拔弩张？大家要想清楚。那又讲说什么这样就搞到外人有机可乘啦，来制造矛盾啦，挑拨是非了什么的呢？请问各位，是美国来挑拨是非呢？是日本来挑拨是非呢？还是中共来挑拨是非？大家想想就清楚了。如果没有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话，最后怎么样？中共并吞台湾，没有中共呢？台湾过好日子，就这么简单。全世界过好日子，中国过好日子，连中国人都会过好日子。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讲得非常好。所以简单说，大家要看清楚，问题的根源不在台湾，不要对内找麻烦，对外看清楚敌人，分清敌我，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两岸都不想打仗，都想要和平。这个应该这样说。其实我常常讲过一句话，过去我在学校就讲过，我说侵略者爱好和平。学生听不懂这句话，我说为什么？他希望兵不血刃，然后就把你吃下来了，所以他是爱好和平的，并不表示说他不想侵略。那你说中共现在不想打仗，他当然不想打仗，因为他怕一打台湾话，美国、日本插手啊，他可能要完蛋，所以他不想打仗。不想打仗，并不表示他不想侵略，这两件事情。他要爱好和平，那他为什么天天飞飞机过来呢？天天开军舰过来威胁我们呢？三天两头说要并吞我们，然后说把台积电整个拿掉，然后说我拿不到的话，我就把整个炸掉。这个叫做爱和平，要和平。这个我想，你再怎么讲，台湾很难有人相信的。我现在再问到底了，我就想问问国民党这些高层老朋友们，你们真的觉得中共对台湾没有敌意吗？你真的这样觉得吗？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不管他有没有敌意，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有警惕心？你连对美国这么强警惕心了，你对中共为什么没有警惕心？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美国没有说要并吞我们，美国没有说要劳教我们，没有说要干什么，美国没有弄那什么集中营等等，你都说要警惕美国了，怕美国干什么了？你为什么不警惕中共呢？中共是劣迹斑斑的，然后现在这鲜血未干了，香港朋友们的鲜血未干，这你都看不见，你觉得外人挑拨，你为什么看见问题的真相呢？所以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警惕心吗？我们不应该备战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警惕心，我们有备战，那就我们有敌意，而不是中共有敌意吗？这逻辑不是非常奇怪吗？刚刚不是说了，中共这么多年这些吹嘘建军，他对我们没有敌意，真的是这样子？你真的会相信自己说这些话吗？所以蓝营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好好想想看，你要赢得选举，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办法。所以蓝营的论述跟蓝营的这个看外面那个临近，整个我觉得要大翻修一下，否则将来真的要大翻车。现在恐怕已经要开始翻车了。是，我想刚才老师提到，
这个中共跟中国之间的分别了。那这个当然大家也都承认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然后各项的科技发展，人也上了太空，各式各样。可是呢，以前呢就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就是说，哎，这个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中国还是给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这样统治，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当然就有很多大陆来的朋友就说，哎，蒋介石很多地方比不上毛泽东啊，他这个优柔寡断啦，他脾气暴躁啦，然后这他有各式各样的性格上的缺点啦，等等等等。那我说第一个不谈性格上缺点，蒋介石会发动反右吗？会抓了这个会搞三反五反吗？对，会反三反五反吗？会莫名其妙觉得什么高产密植1亩地可以生产几万斤麦子，搞大跃进吗？会莫名其妙发动文革吗？从他的历史上，他的生平显然他不会干这些事情。那大陆朋友说，也对呀。那他在台湾，老实讲，他当然在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可能需要这个值得批评的地方，这大家都承认。但是那至少像台湾的这个整个发展人均所得，如果说这大陆也有台湾的这样的人均所得，以前我们节目也做过一集，就说那是第一强国，那还得了，对不对？第一强国。我们简单算过，假如说大陆现在国民平均所得跟台湾一模一样的话，14亿人，不要说4万美元了，我那时候用3万美元算，14亿人3万美元，它的整个 GDP 的这 total 国力的 total 国力的整体国力的数字。美国的1.8倍，美国1.8倍，将近2倍，你觉得这是不是世界第一强国？就这么简单大家回去想想看，就像刚才郭松老师讲的，如果是蒋介石统治这个中国大陆一直到后来，然后再一路传下去的话，大陆走三民主义道路的话，那今天中国大陆成就基本上跟台湾一样，甚至会比台湾更好，因为台湾不是鬼岛吗？对不对？那大陆不是鬼岛大陆可以做得比台湾更好所以就算用台湾最低标准来说，大陆会到这么好，就这么简单。是，而且就像刚才老师提的，你说这台湾还没什么资源吗？是，这大陆的资源，你哪一个人敢说大陆的资源比台湾贫乏？这是不可能吧？这太搞笑了那台湾都能这样发展，那在大陆不能这样发展吗？而且这个蒋介石在台湾以前说搞这个独裁啦戒严啦，长期以来这个政治风控，我想这大家都知道。可是呢，如果他留在大陆，他需要长期戒严吗？他也不需要。对，他需要长期风控吗？他在台湾做的很多事情，基本上是为了反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大陆这么多省这个老早有各省的发展条件，所以如果说不是这么瞎折腾了这么多年，什么反右啦、文革啦大跃进啦早点，甚至说有人说早点开始改革开放，你也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对，所以可见的最重要的是发展道路的问题，走错路的问题。那现在台湾说有这个健保啦教育基本平等，这个健康基本平等这个也是连这个共产党也没有否认过这件事情嘛。像治理品质这点我相信这个就算是中共来台湾统战的官员也承认你这个治理品质的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管怎么样，所以呢，最后一个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那这次呢这个政协会了之后呢，您觉得这个台湾是像国民党讲的一样更安全了吗？这个讲了和平所以呢中共不会打台湾，还是说呢这个中共更加的觉得台湾里面呢有他们可以利用的这个在地协力者啦这个所以台湾可能更加的危险？那老师您觉得这之后有可能会怎么样？这样子吧，我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从你这个问题引申呢，我想把我最近想到一些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问一连串问题。现在换到我问你你觉得这些年来或者到现在，中共想不想打台湾？想。对，好，第二个大家都同意第二，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来中共有没有能力打台湾？目前就假设就没有别人帮忙，就是1对1，我认为恐怕应该是有台湾。好，那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中共为什么要打台湾？这当然就不能让中国还有一块不归他们统治又可以搞好的地方。对，换句话说，他有领土野心，是不是这样？还是说因为这个我们搞台独？是，我们以前没有搞台独是，他也要打台湾对不对？那现在他是说你要搞台独，说要打台湾，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只是为了那个一块领土？那如果为了领土的话，你为什么不收回唐努乌梁海呢？是，为什么不收回这个乌苏里江以东或者黑龙江以北，然后外兴安岭以南呢？你为什么不收回这个帕米尔高原呢，或收回这什么地方呢？为了一块领土，不是这么简单吧？找个理由罢了。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下问，如果中共想打台湾，中共又有能力打台湾，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打台湾呢？台湾人说啊，我们好看，所以不打我们；我们爱好和平，所以不打我们；或者说我们跑去跟他讲，我们爱好和平，所以他不打我们；还是说我们跑去跟他讲说，我们反台独，你就不会打我们？各位觉得哪一句对？我再说一遍：第一，台湾人好看，所以不打我们；第二，我们爱好和平，所以不打我们；第三，我们跑去跟他说，我们爱好和平，所以你不要打我。显然都不是理由。第四，我们跑去跟他说，我们反台独，所以你不要打我。我把这话都说完之后，你觉得他会不会还想打？可能还是会，还想打。所以原因是什么？所以中国想打台湾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什么？至少领土野心吧，是对不对？至少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来。那中共为什么不打？为什么不打？有能力打，想打什么等等，然后我们说了半天都没有用，他为什么没有打？很简单，第一，我们自己有准备，是对不对？他觉得打台湾呢，可能代价比较高。第二，我们有国际上的帮忙，是这么多年不就如此吗？所以70、80年来，台湾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坦白说，没有美国，没有国际支持，我们真的活不到今天。那所以中共为什么要我们去移美？为什么要我们去跟美国切断关系？为什么明明白白讲说，如果美国、日本不介入两岸事务，两岸会好得多？为什么这样讲？那更重要就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官在见完中共高官之后回台湾讲这句话？为什么去鹦鹉学舌跟中共讲话一模一样讲？只要没有美国、日本干涉的话，两岸会更好。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对不对？这才是让大家好好想一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所以这段时间呢，我看了国民党这些高层去访问了，我非常感慨。我觉得国民党没有了目标，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方向。我不是说国民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当年也走过很惨的路，所以怎么重拾希望？很简单，两句话：分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第二，要想清楚，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是，我想呢，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中国历史以来的领土啊，什么乌苏里江以东啦、唐努乌梁海啦，现在都是其他国家了，不是俄罗斯就是蒙古啊。在台湾呢，你至少这个还是这个讲中文、用中华文化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中共不要那些地方啊，要台湾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恐怕还是一个核心的制度之争。那当然是制度之争啊！那些地方老实说，讲面积啊，甚至讲资源，绝对比台湾更大，多了。但是为什么？我认为第一个就制度之争。所以国民党老实说应该是非常有条件非常有资格跟中共讲制度之争啊，因为呢，至少这个所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是跟国民党有密切关系。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嘛。然后国民党呢，在台湾推动民主改革也好在这个南京制定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落实多少一回事，但至少那部宪法就各个方面法理学各种角度来讲，都比现在中国的宪法来得更加的符合这个民主的形式还是人民的利益，所以其实而且更加可行，所以老师您是不是认为说，那其实呢，应该是强调的是制度之争？这个孙中山呢讲说民族、民权、民生，应该强调的就是民权、民生嘛。老师，您觉得这样对吗？我觉得你一句话总结了我所有的谈话，不敢，就是制度之争，就这个意思。是的，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共目前来讲跟台湾呢最重要的呢还是制度之争说台湾有什么半导体啦晶圆制造啦，什么称霸世界啦，这个我认为那个经济面恐怕都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制度之争。那制度之争的话呢，显然呢就不是你国民党还是其他任何政党的领导人呢就哄他，说我要和平我要和平中共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和平。制度之争不解决，我相信这个问题呢还是不能解决，不是哄他几句，讲和平就能真的得到和平的，一点也不错。好，我想呢，今天呢这个明君老师呢对这个政协会这件事情呢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密的剖析。而且呢，重点是指出了这个道路问题制度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概念。那今天呢，这个我看到了政协会之后还会有二会国民党之后还会跟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合作我们会密切的保持关注
今天呢非常感谢棉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谈论这个问题。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